服务员，炝炒土豆丝儿啊。那个不要葱，不要蒜，要辣椒，油大一点啊。刀工要细，切丝儿要切条啊。千万记住，土豆要过了水啊。哎呀，算了，干脆醋溜吧你。哎，过生日嘛，什么就图个彩头嘛。下一个菜，地三鲜就是那个茄子跟青椒，青椒就炒得一片翠绿，茄子就是紫气东来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再来一个富贵团圆蛋，千万记住把鸡蛋炒蓬一点，看上去就很富态啊。得了，就这样啊，来，长寿面得免费吧？要不再点点啊？大姐，吃条鱼吧，我结账。你结账不是账啊！我刚才点的菜都是今天的特价菜，鱼是特价吗？我不知道呀。想好了自己写，写完了叫我。你真是的，你哎呀，你想吃什么你就说嘛，是吧？生啥气呀？你点什么我吃什么了，我生什么气了？我就一句话，这件事如果是男的主动的，我现在就把韩侯月给废了去；如果是女的主动的，丫头啊，抓紧把电话打回去，懂不懂你？你不是还要点鱼吗？你还点不点了？啊，点不点？点。果果，我得劝你两句。爸说的对，换位思考。我要是你，我也把这电话打过去。那女的还在那儿呢，你就等于给韩皓月拱手，你就让给他了。现在最多就是一个感冒、发烧、流鼻涕，你要是不管他，就变成肺炎了。什么炎咱也不怕，不就这个肺炎吗？得了再治，治不好再说嘛。这重感冒万一自己好了，哎，这细菌都感染了，还不上抗生素，这好得了吗？哎，这姐们儿啊，耐药性强，能给她吃她也不吃，是不是？这病人都不着急，你这个当大夫的操什么武松的心啊？你说武大郎都不在，女西门庆待着呗，也就是一起吃个饭，睡个觉。还点不点菜了？点，我姐最爱吃鱼了，给我点鱼。哎，赵主任您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您了。对，我想咨询一下您，咱们全市的妇产科权威专家有哪些啊？哦，不是我，我帮一个朋友问问。先结账。哎，多少钱118。我都给你了。那个不，别绕弯子，别铺垫，别抖包袱装可怜，别跟我说任何一句话，别给我挤任何一个表情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他为什么老缠着你不放？哟，台上这么溜多好啊！他生病了，什么病？可能是癌。起来，啊，起来，我没事，我坐这儿可以。起来！你平时藏私房钱啊？除了你借给你那些兄弟飘在外边的，我不知道。你这些藏匿地点啊，我都知道。我不说你，我那是给你面子。你说你个大男人，这干的叫什么事儿啊？你今天要是不自己招了，我还没有机会戳穿你。别藏了，都自己拿着。啊？
自从我脑子被门挤了，跟你好的那一天起，我就没想过管你1分钱。还有这个，这不是咱们俩的储蓄卡，医院用得着就用，用不着你自己拿着。圆圆一个人带孩子，也不容易。哎，媳妇儿，如果圆圆能知道你这么想，那肯定特感动。她特感动也是因为她生病了，她病好了还油泼不进，我也没指望让她感激我，你自己心里舒服就行。我已经看过黄主任的排班表了，今天、明天还有大后天，他所有的专家号都已经挂满了，所以我想麻烦你帮我找他加个号呗。您可能不了解黄主任我的毛病啊，我自己知道，病史症状、原因主诉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看诊前后不会超过20分钟的，再加上韩浩月的面子，加个号不难吧？我刚才打断你呢，我是因为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的医术我也不是不信，出于我个人的原因吧，我还是想见黄主任。您知道子宫颈上体内瘤变是什么意思吗？除了它是宫颈癌前病变，我觉得其他的细节我都不需要知道，因为我相信，所有的问题都会有专业人士回答。巧了，我也是专业人士，虽然这里是产科啊，我上学学的是妇科肿瘤。您听我一句话啊，这个看病啊，有时候像爬楼梯一样。您体检的时候查出这个问题在1层，但您非要到天台上去什么专家号？可是我不怕累呀，这爬多少层是我自己的事情啊。你说你是医生，你肯定会觉得我在小题大做，但是我麻烦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是你生病了，你会怎么选啊？哦，明明认识这个学科的权威不用，偏偏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小白鼠啊！哦，把自己托付给一个水平低级的小大夫啊！发扬风格、浪费资源的事情，我做不来的。您知道吗？就算您找了我们黄主任，这些病理活检也是由我们这些小大夫来做的。那行了，那就现在做吧。不是您刚才不是说要见我们黄主任吗？怎么又要做活检了呢？从我一进门到现在，刚才啊，是你第3次推脱，你肯定有原因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奶奶，刚才在这诊室外，我观察到你乐于助人，不求回报。另外，你有很好的人缘，同事之间上上下下关系都处得很好。郭大夫，这个呀是上次我妈专门为了感谢您，给您准备的我们老家特产腊肉。我妈一定要让我把腊肉亲手交给您。行了，送什么特产呀？行，那您去忙吧。还有，你的行医习惯积极，为人热心肠。擦擦，来上吃。谢谢。吃个苹果应该能好受点。谢谢姐姐。小朋友，给你一个吧。谢谢哥哥。叫叔叔就行啊。再加上我和韩浩月还有蝈蝈的关系，于公于私于情于理，你也不至于几次3番的拒绝我吧？再抛开上下级关系，黄彩云可是你姐姐呀，就算一个陌生人找你加个号，也不会这么难吧？我猜，只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你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家庭纠纷，还在冷战，不便开口。那第二呢，黄主任他确实忙得脱不开身，所以我再多说也没有用了。你们心理医生都这样吗？来吃。我这个人啊，粗直，所有的心思都挂在嘴上。我就一句话啊，不是亲妈胜似亲妈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儿，咱家就是你家。张嘴。回去跟你妈说，随便什么时候，只要她开心，只要她乐意，不管是平时还是周末，1、3、5还是2、4、6，随时欢迎她到我跟你爸那儿去住。地方不够了呢，我们就给她腾地儿，住到过年都行。我说的。
别玩了，还跟你说话呢。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这么说，我妈说的。这高吃了不吃。自个儿看点路，咱不玩了，能不能放弃了？不玩了，行不行？啊？你怎么了？啊？是痛经吗？每个月一次，我妈疼起来就这样。你妈还叫你什么了？我妈说家里没个男人，疼的时候全靠她自己了。真的假的？好，赶紧回家，走。没事，有我呢，走，快走，慢点。咱俩玩个游戏。谁先眨眼谁就输。预备开始。幼稚。嘿，你个小屁孩！你说人家干嘛呀？人家小孩多可爱啊！来，你爸说你最爱吃打卤面，这有西红柿鸡蛋，这有炸酱，你爱吃哪个尝哪个，好不好？我其实不爱吃面。哎，你个小屁孩，你不爱吃面，你让我做什么呀？多可爱呀！那你爱吃什么？为什么就吃什么呗？天天就是大饼和面条，问我爱吃哪个，我只能挑个有味的。舅舅舅妈，如果你们要是我，你们爱吃吗？小屁孩，知道了，回头给你整海鲜。今天就凑合吃这么一碗，回头等你姑姑阿姨好了，让她带你去大餐去。他好不了了，装病的人怎么会好？他其实是怕我妈去家里住，可牛又吹出去了，礼貌的大话还得说，他就害怕了。一装病，我妈就肯定不去了，他就放心啦。当面去。好。来了！你别动啊，热，来，热不热？那红糖水马上就好啊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知道。每个月生理期第1天肚子就疼，咱回头把孩子接来。哎，他不是喜欢吃面吗？我保证后边1个星期卤都不带重样的。只要他亲妈不在，后妈干什么都行。啊，明天就接来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不有演出吗？明天晚上演出我推了，明天白天的我也推了。你白天推干什么呀？你明天去趟医院，明天孩子他亲妈拿那个检查结果，这个人命关天的日子，于情于理你都得在。虽然我小气，但是我也不狠心呢。要真是个绝症，你还能帮忙出主意。哎，媳妇儿，这心呀是好的，但是我对圆圆的了解，我觉得她不会听咱们的，她宁愿听自己个儿的。也是，我就喜欢他这个说到做到不凑合，说嫌弃你立马就跟你离婚，绝对不拖泥带水的女人。哎呀，真是我们女人的偶像呢。没事。哎呀，你可以大点声说话啊！这房子虽然是老，但是隔音还是不错的。你只要不骂他妈，他肯定听不见。可怜，这孩子这么聪明，他妈太强势了，什么都得听他的，当着他妈的面还得装傻。这以后长大了好了是个妈宝男，这差了谈个恋爱自己都做不了主。这家里就是个动物园，就差给这孩子拴条铁链子。这跟铁链子没关系，这个也不怪动物园，这错就错在婚姻上了。我跟你说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，没想好要在一起，干嘛要结婚啊？结婚没想好要结一辈子，干嘛要孩子呢？他们只是离了，没离还好，真的还有韩后月在家能做个中和。你说现在离了，这女的这么强，她得找个多强的男的才能降得住她呀？母老虎找了一个公狮子，这小羊羔怎么活呀？哎呀，在黄主任的老虎洞里长大，黄副主任感同身受了。你还真别说，这些年多亏了有我姐，要是没有她，我早跟我姐断交10好几回了。知道我为什么不要孩子吗？我就是在想啊，我自以为民主，身心健康，回头等这孩子一出来，我非要按照我的想法去塑造他，就像
跟那小泥人一样。你说这不管是男是女，他还不得恨死我？你看，这不是有我呢吗？我肯定跟姐夫一样，你放1万个心。哎呦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！我说的是万一啊，你说这万一要是咱俩有了孩子，当了爹妈，万一咱俩再离了，万一啊，你说这孩子他跟谁呀？那当然跟我了。韩浩月还会煮个大卤面呢，你方便面都不会煮，孩子跟你喝西北风啊！我还以为你要说不会离呢。我还以为你要说不会生呢。我不生。不早了，能睡了吗？小屁孩，知道了。对不起啊，大哥。跟我想的差不多啊。正好今天路过这儿，也算没有白跑一趟。你的时间真的是精确到秒啊，像发条一样。不累吗？子非鱼安知鱼之乐，这大多数的人当然会搞不懂劳累和乐趣的区别。郭大夫，要没什么要问要答的，我就先撤了啊。那个小舅子，他这个子宫颈上皮内瘤变1级是良性。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问。不是问问嘛？这要是恶性，你觉得我还有这个闲心在这聊闲话吗？走啊。好，那行，那你忙，我送他回去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觉得你啊，要是有这个闲心，不如把时间腾出来，去趟东东的学校，见一见那个不抽烟不喝酒，唯一爱好就是听相声的新班主任。剩下的不用我教你了吧？走吧，韩先生。我们先走了。再见。哎，丁丁。啊，谢谢。靠右吧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？能给个说法吗？我现在可以见黄彩云了吧？眼花了，以前就总这样。上大学的时候呢，熬夜看书，然后参加各种的大小考试。这工作以后就更不用说了，忙的时候经常熬夜加班，所以眼花很正常吧？平时会眩晕吗？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过的。我也没有任何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家里面也没有遗传病。不过小的时候啊，得过甲肝。小时候？学龄前后吧，也没有什么症状啊。不过听我妈说，我大概1个星期左右没怎么吃饭，仅此而已。不好意思啊，黄妹，你得甲肝，你什么时候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也没问过我呀。再说，跟生活和婚姻没有关系的事情，我有必要告诉你吗？韩浩月，这个病不传染。得过之后呢，就会获得持久的免疫力，所以你不用怕。我不是怕，我就是问问。你平时体检吗？每年1次，次次不落。从这份结果上来看呢，没有什么其他问题，我这儿也没有问题。要是你还不放心，您这要是没问题，那就不会有别的问题了。那你自己觉得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劳累啊，我最近真的特别忙，家里家外啊都是事儿。不过现在好了啊，有人帮我带孩子了。黄主任，我个人觉得，只要是子宫颈没有病变，偶尔眼花一下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保持好心情。好，谢谢。那个真不能再查查。
这要是普通人问我，我还情有可原。你说我嫁给过你那么久，我决定了的事情还需要再问一遍吗？看来是离婚太久了呀，把老习惯都忘了。不是，那你非要找黄彩云干什么呀？我验证啊，我对小大夫还是不放心，行吗？哎，那你刚才摔病历也是故意的？韩浩月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啊，那个，你那房子弄怎么样了？蝈蝈让我问你有没有地方住，要不要？不要了，蝈蝈又不是省油的灯，我就别再给你添柴加火了。你不用在心里谢我啊，作为报答，把孩子带好就行了。不用送了。来了，谁呀？哎呦，老爷，我是韩浩月的儿子，婉宁女儿叫干妈，她身体不舒服，我爸腾不出手来，就把我托给了郭靖和黄蓉。舅舅刚把我接到楼底下来，电话里就来了急诊，他让我上来跟您住一宿，最多不超过1天1夜。您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从来没看过一个小孩说话能说得这么明白过。哎，你吃饭了没有？我吃过饭了。啊，您不必麻烦。哎，想说话，请稍等，我得写1个半小时的作业。哦，我书包里有水壶，春衣在最外面那层。要是没事，就替我放好洗澡水。别的有什么，我再招呼您啊。明白。那我……您去屋里去。哎嘿。干嘛？孩子，我先跟你讲啊，拜托你下完这一盘再下一盘，多下几盘好不好？我难得碰到一个会下棋的，我告诉你。我妈说了，和臭棋篓子下棋，越下越臭。回头见了谁都说我9点半就睡了，这棋就当没下过。哎呀妈呀，现在的孩子怎么都……你们都吃什么长大的？吃化肥啊？怎么说起话来都……说话怎么？好像什么事都明白一样。我本来什么就都明白。明白什么呀？你怎么那么想要个孙子？哎呦，你舅舅跟你舅妈在抱怨唠叨的时候被你听到了是吧？他们都说你性格古怪，叫我别招惹你。自打进来你就瞅我没完，我提再过分的要求你都同意，一句不乐意的话也没有，连个磕巴都不打。我妈说了，看一个老头想不想孙子，随便找个像我这样的小孩，跟你待半小时足够了。哎呦，你要是真是我孙子多好啊！你怎么那么想要个孙子啊？动物世界你看过了吗？啊，有一窝狼，这窝狼里头狼还不少，这个也不生，那个也不生，反正到最后就只剩下一只老狼。这老狼呢，看着别的狼窝那狼崽子满山遍野在那边爬呀玩啊，看着他呀真是，反正到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孤家寡狼。我现在就是那感受哎，你能明白吗？不明白。哎呦，你要是能明白多好啊！当然你不可能明白，到我这岁数你就会明白了。哎，姜，你死了。你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我是少年宫象棋比赛第1名，输了的收拾棋盘，我睡了。哎，好，没问题。好家伙！再来一盘。接着来啊，孩子！一圈老头就剩下他不服了，再赢他3盘，看他怎么说。我还得写作业呀。写什么作业？我替你写。下完之后，我带你去吃冰激凌去，这么大一盘。
好吧。下。咖啡。下一个病人是复诊，之前来过一次，这是病历。还有1分钟啊！上次他就迟到了。如果这次他还不准时的话，你就告诉他，下次复诊我也会迟到。好。今天这咖啡怎么了？怎么没有味道啊？有啊。是有，我怎么闻不到了？得，拿。这么小的冰淇淋，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冰淇淋店吃大碗的冰淇淋呢。我这不是怕你吃多了拉肚子吗？是吧？而且你爸爸妈妈都反对你吃冰的，那万一要吃多了的话，咱们俩都不好交代。写不完作业才不好交代。你放心吧，孩子，我答应说帮你写，我就一定帮你写，因为我还怕你下回不来呢。哎呀，你们这代的孩子真辛苦啊，每天作业的，有这么多作业，都被作业绑架了。你小时候不写作业又干什么？谁说我不写作业？我们是作业少，还没放学就写完了，写完之后就开始抓蚂蚱啊、掏鸟啊。那你帮我掏只鸟？哎呀，就我这岁数，掏鸟太危险了。你不帮我掏鸟，我就不帮你下棋。帮你掏。好。鸟还在不在？小声点，把鸟吵得跑了。老爷，骑射巡逻的保安快来了，你听没听见我说话？抱歉啊，我忘了，你来之前是不是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然后跟我说了什么事？跟我说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你知道。对不起，我可能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，脑子很乱。我跟你实话实说吧，你跟我说的什么我全忘了。方先生，你这是要走吗？你这大老远的第2次跑过来，什么都不说就走啦？你没事吧，袁大夫？我没事呀，你找我不是你有事吗？来坐。哎呀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我不是物业，我都得说上一句儿：满小区有人把花架搁在树底下的吗？没他在还好，我了不起就上头摔到软土上；有他在，差点没把我腰给硌断了。还好老先生身体不错，你就该烧高香了。你还让我赔花架，人命值钱还是花值钱呢？大爷，这道理不能这么讲吧？不能这么讲，怎么讲？那你讲给我听听看，你怎么讲的礼还的花架上啊？是吧？我还没说你占用公共场地呢。作业都是找人代写的，还写错了，这在袁东东历史上可是第1次啊！我这个人啊，我从来不会认为嗓门的高低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愤怒程度。你们要知道，我要不是因为今天话说多了，我嗓子哑了，我真的很想咆哮一次。你们在干什么啊？还真是史无前例，我从来都不会这样。
袁东东，你在干嘛？那人带人下棋，你连作业都有人代笔了，胆子太大了你！你们都在干什么呀你们？这到你们家几天来着？没几天吧？2天、3天？我的天哪！这要是半年，这野孩子就背了呀！怎么着，他爷爷？你希望这孩子以后像你这样吗？靠耍无赖混日子呀？啊？那他这辈子就彻底完了，彻底都没有希望了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真不用。我说的都是事实啊！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，你们都不用这么看着我。对不起了，关于孩子的事，我绝对不会退让半步，绝对不会。你别碰我，干嘛？这没碰，你就小火你。我跟你说，圆圆，这孩子就抄一次作业，你不至于毁一辈子吧？航航院真可笑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。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在蚁穴里面待着，你就连最起码的是非观念都蠢到没有了吧？不是圆圆，人家老爷子也是好心，是不是？你又没有时间照顾孩子，人家帮你照顾孩子。写完作业出去玩玩，怎么了？劳逸结合嘛。玩了之后不都写作业了吗？他现在就是个玩的年龄，是吧？你不让他玩，他让他干什么呀？我是觉得你有点过分了，真的有点过分了。过分？你是不是没见过过分的呀？韩皓月，我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过分！反了你了！圆圆，你要跟我去医院做个检查。查什么查啊？你们这不明摆着吗？蛇鼠不查什么查？冷静，别动啊！你给我听我的，闻闻看。怎么了？还记得我姐夫吗？一个人的个性不会突然改变，是因为疾病。我发现他视力障碍，所以我想到，他有可能是颅内占位。圆圆第一次来医院看病的时候，郭靖就对他十分关注，回家就跟我说，所以我记住了，他有短线性的视力障碍。从他刚才的表现来看，如果假设他真的是颅内占位，那么他就会有以下症状，他会错误的以为自己眼花、视力障碍。再比如是失眠和偶发性头痛，更严重的会出现失嗅。今天这咖啡怎么没有味道啊？有啊。以及一些精神症状，包括记忆力差。抱歉啊，我忘了，你来之前是不是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然后跟我说注意力不集中？你跟我说的什么我全忘了。表情淡漠。接下来还会有易怒、冲动，甚至幻觉，这些都是颅内占位的诸多症状。像圆圆这样性格的人，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，他是不会听别人劝的。我刚刚做了一个实验，让他看看能不能闻到刺鼻的臭豆腐的味道。你闻闻看，让他自己发现自己有问题。不是，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我要带他去做一个脑部 CT， 看看到底是什么占位。韩皓月还没到，估计还在路上。有什么事你可以找我。要这个吧？谢谢。墙上有插座，24小时供电，但是记得再忙，打电话的时候也要拔线。你是不是想问你儿子呀？你儿子作业已经写完了，没有人替他代笔，这个点儿应该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吧？放心，明天早上也不会迟到。
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些话？记得你上次来找我，你像个女福尔摩斯一样，我干什么你都知道。我就觉得你们心理科医生还挺有意思的。后来我一想，其实也没什么，都是套路，都是技巧，只要摸准了脉，我也能猜。刚才我进门的时候，你下意识地看了我的身后，你想谁来呢？应该不会是你儿子，因为你儿子现在已经睡觉了，所以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随叫随到的韩浩源。自打你恢复意识以来，你一直在打电话，挺敬业的。但是我在想，你现在手机应该没电了吧？所以我把充电器给你带来了。儿子那个就太好猜了，女人嘛，母爱嘛，这个我估计我比你都懂。我猜的对吗？你还知道我一些什么？其他的猜不到了，但是性格大概能看出来，你是一个很要强的人。不管在以前你怀疑自己患上了恶性肿瘤，或现在你被确诊是良性的脑膜瘤，你都不会显露出大悲或者大喜。那你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工作上你肯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人，但是在生活上，谁要娶了你，可能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。你太要强了，凡事都争强好胜，控制欲一定也很强。你不会浪费每分每一秒的时间，你生活上也不会慢下来，不会说半句废话。这种人往往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压力越大，你就越兴奋。但是从医学和心理学角度来说，长期以往这样是有问题的。什么问题啊？不肯示弱，有麻烦也不会告诉别人，对吧？你能告诉我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哎，小刘怎么样了？那既然对方不肯加价，那就按照上次说的数字吧。卖，我要全款，我要现金转账。我考虑好了，投资亏掉的那部分我自己补齐，麻烦以后不要再给我推荐基金了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每个人也都有难以启齿的理由。其实我也不了解你，只是平时看你，总觉得你很疲惫。当然，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，男人都有受不了的时候，都会喝个小酒啊，哭个鼻子什么的，何况女人呢？别着急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麻烦，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。20岁女性，医学背景，在家自己觉得不舒服以后就马上来的医院，进来直接就要找中毒组，具体吃了什么劣质食物还不太清楚。不过化验结果家属已经去取了。病人神志还清醒吗？还认不认识人？清楚的，除了有些虚弱外，其他说什么他都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他以前还是咱们医院的。16号郭丽叶，请到医诊室。16号郭丽叶，请到医诊室。是不是到了？16号。从发病到现在多久了？不到6个小时。这6个小时都干了什么？什么叫干了什么？比如催吐。没有，就是觉得不舒服，然后就赶紧过来了。心脑血疾病、肿瘤、糖尿病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厌食、不想吃饭？也没有。没问你，他也是学医的，他自己不会说啊。我的事儿陈峰都知道。我记得你以前自理能力挺强的。怎么着？嫁给暖男，能力都退化了？你这也是问诊的一部分吗？你的部分先到这儿，下一个问题是问你丈夫的。你们在一起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？有没有不舒服？
一日三餐还有宵夜，我们都在一块儿吃，应该不是食物中毒。像这种时候，你是不是应该考虑用药的问题啊？有没有吃过什么药？我最近用药挺复杂的，除了口服了一些调整经期的药物以外，我睡不好，还用了一些安眠药。行吧，你们先待着。没事儿，大夫，您接着说，我都记得住。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要问试管婴儿吗？这跟岁数还有关系？哎，对了，大夫，那什么，老年人来这儿咨询的话有没有折扣？人现在外头什么公园啊、公交车都打折扣，还有免费的呢。哎呀，我没有骗你，你自己想，从我跟你分开到我到家，那我是不是停车得停个10几分钟？上楼是不是得需要时间？掏钥匙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？再洗个澡再接你电话，我肯定没有撒谎。那我现在跟发誓了啊！我现在对我胳膊肘旁边的窗户发誓，你要是如果从这过的话，我啪摔你面前，怎么样？太狠了吧！哎，我这来病人了，来病人了啊！我给你挂了。哎，我告诉你一个真理，那对姑娘就得仨字儿：表忠心。你有时候得撒谎，撒到连自己都不信的时候，可人家姑娘爱听啊。哎，翻啥呢？茶叶搁那后面呢，别给我翻出点秘密来。你不怕遭报应？哎，动物世界你看过吧？那人和猩猩没啥区别，雄性追雌性全靠的是胆儿大。你郭大侠多单纯啊，多纯洁呀！那当初要不是我做小人，你能知道陈峰的事啊？嘘，我不是告诉你别再提这事儿了吗？记住没有？呦！哎呀，他把你吓的。当初在非洲枪林弹雨的都不怕，现在提个这个事儿，把你吓得都快尿裤子了。我这不是怕被误会吗？这个哦，检查完了啊，搁这儿吧，我空了再看。哎，姐还好？好。姐夫呢？听说退休了。他们俩身体还好吗？电话、手机、家庭住址都没变。如果你要真的关心他们，就自己打电话问。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忙了。你的那颗牙，后来去处理过没？牙？上下左右共8颗恒牙，从前往后，你的1颗前磨牙和2颗磨牙都有龋齿。离婚之前，我都给你补好。你怕疼？从照片上看，你的那颗智齿并不影响你的生活，所以我就没动它。现在只剩下1颗需要做根管治疗，右上倒数第2颗。做到一半，咱们俩就分了。还疼吗？疼，一上火就疼。之前我还找小徐看过。男小徐，女小徐啊？啊，算了，这样吧，你找个时间去找我，我给你彻底做一次治疗。你给我看，不怕你媳妇儿吃醋啊？咱们俩是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，况且舒心也是医生，我相信他能够理解，就像现在你帮他一样，对吧？那你给我看牙，收费吗？可以打折。真抠！你白给我看我都不去，连说都不敢说。我逗你呢。可以呀，现在学会开玩笑了，都是跟着小媳妇儿学的吧？嗨，你这100年都不变的穿着，要是再能换一换，你肯定比现在显得年轻。我一看见你这白衬衫，我就想起那天。就是
1206。混蛋，还真在这儿啊！哎，我还是陪你上去吧，万一他打你怎么办？就在这儿待着吧。不是很危险的。花荣，花荣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啊？你干什么啊？花荣，别着凉了。咱们俩能不能不这么尴尬呀？尴尬什么呀？这事儿都翻篇了。是，翻篇了。其实习惯这种东西啊，不好改，就像你现在一样，还是喜欢往水里加山楂片。我记得这是姐夫教你的，他特别喜欢山楂片。只要身边的人都劝这么喝，现在退休了，没人督促你，你反而倒养成习惯了，挺好的。我姐夫早就不泡山楂片了，自打他退休以来啊，这个饮食习惯就有很大的改变。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就是渴了拿个巧克力。那个一会儿吃糖啊，炸酱面怎么样？啊，我去食堂等你，你们忙你们聊。陈大夫，关门吧，不用吧？啊。郭靖倒是没怎么变，他还老样子，就是话多。一样能装。心里早就想见我走了，还得装大度。你信不信我多留5分钟，他还会回来？哎呦，我刚跑了一趟食堂，这个炸酱面没了，拉面行不行？行。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，花钱呢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凡是能够花钱解决得了的事儿，那都不是个事儿。试管婴儿的钱我出。反正我都已经想通了，万一有一天被他姐一气啊，心脏病突发死了，我攒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？是吧？花荣，你是嘴怎么了？我牙疼。这有蛀牙，小时候不好好刷牙。啊。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你看，甜的东西好吃，但是它坏牙。如果说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，拿点花椒往里面塞一塞，塞紧一点，忍一忍。我马上就说完了啊，说哪儿了呢？你干嘛去？找花椒。你去干什么？花椒我炖汤了，我看看还有没有花椒。国靖，花椒没了。来，演技不错呀，现在你你别闹，快点。那也是你配合的好呀。我这2天看着老头，挺心疼他的，天天风吹日晒的，天天往医院跑，见到谁就问这试管婴儿的事儿，看着我都心疼。这老头是该心疼，那有时候这年轻人吧，也该心疼心疼。不是你色眯眯的看着我干嘛呀？顾靖，我一定会给你生个孩子。不是你说什么？有点突然。我觉得快了。什么快了？我觉得我快想通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前2天我去产科找你，我在那楼道里，我听见那小孩的哭声。哎呦喂，第一次听见那小孩的哭声怎么那么好听呀？你说我是不是快想通了？我跟你说，不急不急，咱们一点都不急，咱们真的情绪到位了，对吧？水得渠成了，咱们还年轻啊，咱们可以等。要么就不生，
要么我就生俩，要是你爸愿意带，咱们就生仨。这个你去那边拿药就好了。郭大夫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？为什么问人看病呢？小孩不懂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陈大夫，送饭啊？啊，他喜欢喝我煲的粥，习惯了，天天喝。好丈夫。你这是要寄快递啊？不是，给黄蓉煲的汤，鸡汤，他天天要喝，真是拦都拦不住。哎，要不要给你媳妇来点？光喝粥不行吧？太油了，油我都品了。谢谢啊。啊，你要的话来找我啊。大清早就撒狗粮，黄副主任也不怕胖呀？怕胖呀？这不是备孕吗？你长大你就明白了。好喝。这陈峰啊是没白来，每天好吃好喝的，开心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捞母鸡，明天就捞母鸭，过2天我值夜班，实在没空，咱就简单什么煮点海鲜什么就得了。到时候如果你乐意啊，咱们再烤肉吧，在这儿，好不好？买那种炭啊，都是无烟的，医务科来了也不会说什么。主任，主任，舒心怀孕了，您看看。我专项啊，我看看。这怀孕啊，就像等车，早也等，晚也等，他就是不来。我还以为我跟你就只能步行了呢，这路都选好了，这就来了。我也以为我们要不上了。我就是怕自己怀不上，我怕你会失望，我也怕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，心里不好受。我还担心黄蓉会笑话我，我还不肯。药。什么药？我吃的那些药会不会影响孩子啊？对，得告诉黄蓉，不能再瞒着她了，要不然，哎，舒心，舒心，这是治疗不孕不育的偏方。啊，我们最近一直在要孩子，很辛苦，但是收效甚微。都不想告诉别人，特别是你，怕你笑话。目前的情况还算好，只是还要仔细检查检查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，他为什么会出现眩晕？除了这上面的药，再也没有别的了。其他的就是一些常规的促排卵的西药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他最近在吃戒烟药。戒烟？他之前抽的并不多，可是最近，哎，反正他吃戒烟药，我也是刚知道。其实你一天最多抽3根烟，你干嘛要吃戒烟药呢？我最近压力有点大，抽的有点多。多少？3包。3包？你疯了？我要是知道可以怀孕的话，我就不会抽这么多。可是戒烟药能让胎儿畸形，你懂不懂？现在怎么办？你确定除了这上面的药，再也没有吃别的？没有了。他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，更何况现在病了，更不可能瞒我。你说这个眩晕会不会跟戒烟药有关系？我知道你不喜欢郭靖，但这事儿也没办法，你还得找他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术业有专攻，他是产科大夫，他今天正好值班，我这就打电话问他。哎，直接帮我们转科吧。嗯。舒心的月经末期是哪一天？
哦，那你把药名给我报一下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他什么时候转过来？好，谢谢。加班了。好嘞。该嘱咐的我也嘱咐过了，该交代的也交代过了。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问陈峰，别来问我。你跟其他病人说话也这个态度吗？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我怎么说话，什么态度，你比我都清楚。转了科以后，病历会自动升上去。我这为病人着想的态度，你觉得是好还是坏？行啊，你倒是不冷不热的，温度正好啊。心跳不快不慢，刚刚好。就是刚才近距离看的时候，皮肤有点松弛了。你要是去了产科，心里觉得还是不平衡，你可以去告我，就说我不冷不热，影响了和病人友善的交流。你打算这辈子都这么跟我说话吗？咱俩没有这辈子，该看病看病。不是我勾引的陈峰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黄蓉，你是不是到现在还以为是我把你老公从床上给抢走了？啊？你是不是以为你老公抱着你的照片上了老虎灯、辣椒水，他都不肯背叛你？我非给他下药，他才肯给你戴绿帽子啊？是，我是做了不光彩的事情，但是你和陈峰之间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话，他这腿往哪儿劈呀？怎么现在变成我一个人的错了？黄蓉，你听好了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勾引你的老公，我没有，这件事情不是我主动的，你听懂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那次撞到我们的那个酒店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巧，又是红酒又是鲜花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我是动心了，可你怎么都能怪我一个人呢？我说了不是我主动的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这事就翻篇了，不提了。行，翻篇了。但作为朋友，我再跟你多说一句，你觉得我为什么非得要个孩子？孩子是婚姻的纽带，它可以拴得住婚姻。你跟陈峰当时要是当了父母，你们这婚还离得了吗？跟郭靖结婚这么久了，我真不知道你在等什么。回家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打车呢。我有事跟你商量，我又吃不了你。你跟舒心都聊什么了？没什么呀。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就算是医疗纠纷，双方也能心平气和的解决，更何况是你们呢？当初我跟舒心，不管是谁主动，错都在我，这个错我担。磊磊落落，挺好。我就是一只苍蝇，就那么巧，偏偏面前有颗蛋，偏偏蛋上有条缝，偏偏我又看见这条缝儿，我就落上去了。行了，不管是你们俩谁的问题，这事儿都翻篇了，老提这事儿就没意思了。我问你，你喜欢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吗？啊？你不喜欢，
你还不说，我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。这就是我们俩最大的问题。当然啊，我也不是没有问题。郭靖呢？他会说吗？他不一样，他什么都说，好的坏的，他全都说，除了撒谎，他不敢。嫁给他之前，我就跟他说得很清楚，有什么话都要说出来。以前摔过的跤，我不想再摔一回。他跟我是不一样，我看得出来。他是不一样，他拿我当心脏，我这边不跳他就得死。我说这话倒不是显摆，我离过一次婚，所以我活明白了。这两口子过日子啊，就像钓鱼，一条鱼钩配一条鱼，要是钓错了还得再进水里。好在我这次是愿者上钩，我钓对了。谢谢。我应该谢谢你，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和你说声对不起。还有，那天我不应该骗你说去天津出差。这事儿已经翻篇了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再见。黄蓉，怎么了？有件事情，我一直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当初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要不是我看交班表，我都不知道你来。我这不是刚住进来，还没来得及找你们。你怎么困成这样？昨天没睡好？别提了，我最近天天失眠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你怎么了？我爸又给咱做什么好吃的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别等我，自己先吃，对吧？我要是下班晚了怎么办？怎么了？菜全糊了。我爸的手艺不应该啊。哟，姑奶奶，你做的？啊？第一次做就黄了，都没信心了。这告诉你啊，这根本跟你没有关系，主要是你这个名儿啊起的不好，是不是？郝副主任，就算你把盐啊、糖啊都放反了，今天老子也给他吃完了，行不行？嗯？你有心事？我今天跟舒心聊了一次，那肯定是一笑泯恩仇了吧？怎么说呢？
想恨我也恨不起来了。我不是老跟你说嘛，对吧？时间就像块抹布，时间会抹平一切的。下来了，下来了。不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长风痰了？不会吧？啊？没有啊，你多久没得荨麻疹了？那我吃什么过敏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过敏不可怕，我最怕的是什么呀？最怕你跟舒心一言不合吵起来，俩人再干一仗。你说俩女人打架多可怕呀！我至于吗？我，你想想，急诊科女大夫情绪失控。大战情敌，先住院患者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种八卦我保证天一亮大家都知道了。冷锅冷灶有什么好吵的呀？又不是当初油锅见了火。你要是给我把刀，我能把陈峰那孙子给剁了。对你这么说，我也觉得凉飕飕的。敏感不是坏事儿，我就不像你。什么第6感、第7感，我通通都没有。当初要不是你，我估计啊，我现在还蒙在鼓里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猫腻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天生的吧，我天生可能这方面比较厉害。你是最希望盼着陈峰出事的吧？我跟你说，天底下只有我是最希望陈峰对你好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爱你，他是我爱的人的老公，就是因为他是你老公，所以我才能发现这些事情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哎，陈大夫，吃饭呢，有事找你。啊，坐。啊，没什么大事。我们那有一个产妇啊，摔了一个跟头，掉了半颗牙，一会儿你帮着去看看呗。没问题。你先吃啊，不着急啊。挺香啊，黄龙做的。啊。这是我第一次下厨啊，你要是吃不完的话，你就惨了。我吃完饭过去找你。我知道那个回民品。我不能捕风捉影，我也不会给他造谣，我更不能让你这个小家就这么崩了。但是，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吧？其实我特别怕碰见他们，我每次碰见他们，我知道的就越多，我知道的越多，恐怕这纸就包不住火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昨天晚上？你再说一次，快发给我看看。哎。
下夜班还是上早班啊？你别不理我，你说咱们又是同学又是同事的，说两句话怎么了？你小气。我上早班，多跟你说一句话，迟到1分钟我都得写检查。上早班怎么不在家吃啊？陈峰不在家，我随便早饭对付一口得了。他是不是一夜没回家？他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天津会诊，不是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走了。他没去天津。花若，花若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啊？花若，你干什么啊？花若，别着凉了。没事吧？看不出来。不是你别生气，你这时候更得冷静，万一是个误会呢？你日后不好收场啊。你没事吧你？还有什么日后呀？我一进去地下1避孕套，我对橡胶过敏，还有什么日后呀？走吧。在这种时候，我就更得把真相告诉你了。我不能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情，而你还蒙在鼓里。平时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？他手心从来没有出过汗，按正常人来讲，他算是出汗少的。除了刚才说的那些药，你还吃过其他别的什么吗？其他的好像没有了吧？哎姐，会不会是因为怀孕之后的心理变化造成的？哦，再把你的病史从头至尾，一点也不落下，给我说一遍。想一想细节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有些看不清了？